新年刚过，俄乌战场局势非但没有平缓，反而愈加激烈。不仅是在巴赫穆特，就连顿涅茨克其他地区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前两天，普京还向乌克兰提议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休战36小时，没想到的是，泽连斯基一口拒绝了，并表示不会同意俄军占领乌克兰领土期间的任何休战。目前，俄军正面临不断被乌克兰军队击退的局面，而且泽连斯基还觉得俄军是想利用这36个小时，趁机动员更多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除非俄军撤出乌领土，否则不会接收停战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也认为，俄方休战是假，想获得喘息的机会才是真。而且在西方圣诞节的那天，俄罗斯也没选择停火，反而选择继续发动攻击。毫无疑问，在2023年到来之后，俄乌之间的冲突还将更加激烈。在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发起的打击中，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再度遭到重创，无人机工厂也遭到了猛烈袭击。基辅大楼遇袭后，还有大批乌军高层人员被埋。乌克兰这边损失惨重，但俄军也没好到哪儿去。前两天，火力军还写了一下俄军新年庆祝基地遭到袭击，乌克兰6枚火箭炮打击俄军临时部署的职业学校，虽然其中2枚被成功拦截，但另外4枚还是成功命中了俄军临时集结点。再加上俄军聚集地存放了大量炮弹弹药，最终导致了殉爆。事件发生后，乌克兰表示俄军至少400人阵亡，另外还有300人受伤。虽然俄军方先前强调只有63人，但死亡人数正在慢慢上升，目前已经确定阵亡89人，这足以说明其伤亡情况不容乐观。就算没有乌军说的那么严重，但死亡人数肯定不会少。双方损失都这么大，必将导致接下来的战斗愈演愈烈。令俄军措手不及的是，乌克兰又在赫尔松发动了袭击。在3日的时候，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了2起远程精确打击的重大战果，一个是在12月31日，乌军袭击了赫尔松州楚卡利夫卡的一处俄军基地，造成500名俄军人员死伤；另一个则是1月1日，乌军袭击了位于费多里夫卡的俄军基地，保守估计死伤在100人以上。目前俄罗斯也没有对这2则消息做出回应，但乌军在赫尔松重新发动攻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段时间双方精力都放在了巴赫穆特，以至于其他地区的战斗几乎偃旗息鼓。但乌军选择这时候向赫尔松进攻，不得不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俄军在撤离赫尔松左岸以后，本以为能靠第聂伯河这道河流天堑挡住乌军，没想到毫无作用。据乌军消息显示，目前已经夺得赫尔松两岸之间的韦利基波托姆金岛。对于乌克兰来说，又有领土夺回来是值得庆祝的。虽然这只是一个岛屿，但对于乌军向赫尔松左岸推进颇有好处。一旦乌军能成功登陆左岸，那俄军的麻烦就到了。从赫尔松右岸撤离，对俄军来说本就是巨大的失败。若在左岸也再遭痛击，很可能被彻底赶出赫尔松。按照最新战果显示，在新年过后的几天中，俄军虽然装备损失不多，但人员损失却十分惊人，每天都要700人左右死亡。而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火炮以及其他后勤车辆同样损失了一些，只是在数量上没有多少。算起来，俄军已经连续4天单日阵亡人数超过700了。按照这个节奏，过不了多久，俄军阵亡人数就将突破11万大关。从这些数据中也能看出来，乌军近段时间对俄军兵力集结地的打击，明显比之前稳准狠。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各处俄军新年聚会增多，同时俄军中下层军官也缺乏作战经验。当然，最重要的是，乌军战场情报获取能力得到了增强。如果按照乌军这些天的成果推测，每天打死700名俄军，再加上同等数量的负伤人员，一天消耗俄军大约1400人。目前乌军就是利用自己在战场情报和武器精度上的压倒性优势，通过远程打击持续消耗俄军有生力量。俄军近期单日阵亡人数居高不下，就是乌军这一战略的最好证明。按照乌克兰的推测，预计在未来4到5个月时间内，俄军还将损失多达7万名士兵。同时，这也说明了乌军接下来将会有大动作。火力军觉得4到5个月的时间是乌克兰推测战争结束的时间，而大量歼灭俄军有生力量则是乌军采取的策略。
战场上没人可用了，俄军自然也就一败涂地了。按照这个估计，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军阵亡人数很可能将突破20万大关。而根据相关的资料记载，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前后打了超过10年，投入了150万左右的士兵，最后死亡的人数也不过12210人。不得不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还表示，乌军打算在春季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方向将覆盖克里米亚至顿巴斯全线。尽管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快1年的时期，西方国家已经感到了疲惫，但至今都没有动摇援乌抗俄的路线。在今年年初，西方多国再次力挺乌克兰，表达对乌克兰取得胜利的决心。马克龙表示将不遗余力帮助乌克兰，直到乌克兰取得全面胜利。荷兰首相同样也是这样表示。英国本来就是援乌最积极的国家之一，除了欧洲国家以外，加拿大也对乌克兰表达了坚定支持。至于美国更不用多说，从西方各国的表态就能看出美国立场，因为美国才是援乌抗俄的主导者。尽管美国暂时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术导弹系统的请求，但依然是乌克兰最大最坚定的靠山。不过，对于乌克兰计划发动春季攻势的决定，美国退役中将小鲍勃·阿什利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乌克兰不能停止进攻，相反，必须利用冬季发动冬季攻势，从而为2023年彻底击败俄军奠定基础。尽管在去年12月份，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乌军依旧在12月仍然成功解放近70平方公里的领土。截至目前，仍有16.55%领土处于俄军占领的状态。今年欧洲和乌克兰是一个暖冬，气温比较高，再加上多雨的天气，顿巴斯地区的道路一直比较泥泞，非常不利于重型装甲部队的推进。但根据天气预报，未来几天顿巴斯最低气温会降到零下10几度，扎波罗热地区的气温也会降到零下7、8度，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意味着乌军梦寐以求的天时已到。一旦土地上动，乌军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等重型装备将在旷野中随意驰骋和快速穿插，对俄战区发起大规模反攻。根据最新消息，一批乌克兰新兵日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没了白俄罗斯的威胁，接下来将这些新兵开赴前线，投入到暴风骤雨式的反攻之中。所以乌克兰必须要利用冬季继续进攻，才能在今年春季和夏季发动决定性任务，最终实现有利于乌克兰的条件，然后结束这场入侵战争。所以阿什利觉得，所有的战争都以谈判告终，俄乌冲突应该也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但与任何战争一样，作战结果将会影响谈判筹码和最终协议。乌克兰可能无法完全摧毁俄军，所以乌克兰在谈判桌上获得优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下克里米亚。这也是为何泽连斯基一再声明收复克里米亚的重要原因。但目前来说，乌军还不能对克里米亚造成直接威胁，而在乌克兰南部发动冬季攻势，则可以帮助泽连斯基实现收复克里米亚的誓言。但发动冬季攻势的前提，就需要美国与西方盟友大幅增加军事和财政援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做准备。如果乌克兰将攻势推迟到春天，这时候的俄军也可能发起大规模攻势。此前，乌克兰军方就曾预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3年年初再次进攻基辅，同时也可能会切断西方援乌的运输线。这就意味着俄军有可能从白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西部，所以乌克兰绝不能将行动推迟到春季，因为进一步推迟也会让俄军能充分整合动员的预备役人员，获得更多的弹药和装备。同时，俄军也将继续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这将持续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在今年夏天之后，西方国家的决心与支援有可能会减弱。如果乌克兰不尽快奠定战争绝对优势的话，俄乌冲突可能会进入长期冻结状态。当然，乌克兰想要发动冬季攻势，也需要西方国家能在短期内为乌军攻势和未来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可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战术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的组合。
例如美国即将交付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就能帮助乌克兰一部分能源基础设施。另外，也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装备，以便春季和夏季在南部发动持续的进攻。例如美军的陆战战术导弹系统，这将使乌军能够打击远在300公里外的目标。这里的重点不在于系统或弹药，而在于乌军需要打击俄军纵深关键目标。目前乌军已经展示了利用各种装备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而未来他们将需要炮兵、战术和综合防空系统、有人和无人攻击机、轻型海军舰艇以及坦克、战车和工兵工程设备组合运用的能力。所以西方国家应该提供先进的北约装备。目前乌军可能有几个主攻方向，但最重视的突破地带依然是扎波罗热方向。如果能够在扎波罗热方向打开突破口，乌军就可以直抵亚速海沿岸，这样一来就可以锁定胜局。克里米亚也将被乌克兰收复。你们觉得乌克兰应该发动冬季攻势呢，还是积蓄力量，等到春季和夏季发动攻势呢？未来战场还会出现什么变化？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